好，各位买好，我是董买买。蔚来昨天官宣全系升级标配100千瓦时长续航电池包，起售价格不变。以蔚来 ET5T 为例，买断100度电池价格依然是29.8元，车的续航从560公里提升到了740公里。如果你选择电池租赁的方式购买，则价格变为19万元，每月电池租金1128元。无论是买断还是电池租赁的方式，车都是可以充电，也可以3分钟换电的。这样做了之后，我能看到的好处有很多，比如之前 NIO 的优惠太多太复杂，甚至要写一张 A4 纸，车主买车沟通的成本很高。标配100度，其实蔚来是把各种复杂的优惠回收了，这样对于新车主来说，不用那么复杂的沟通，利于销售承担，这个很好理解吧？大家都知道，标配100度电池前，蔚来一直有着38000元左右的权益可以折现优惠，包括5年免息、免费换电之类的权益。你不要的话，一共可以抵扣38000块钱左右吧。然后现在因为标配了100度电池，所有的折扣、所有的优惠全部回收了。但是销售跟你聊天的时候就变得更加简单了，因为之前有那么一页纸跟你算账的时候，大家会觉得这公司不真诚，甚至有人说还是某某某好，一口价不用动脑子。那现在标配100度大电池，价格还保持不变，不需要解释，利于承担。而且以前卖未来的时候 ，Fellow 需要跟你解释，我们的车虽然单次它跑得比别人短一点，但是我们补能快啊，对吧？但是现在标配了100度之后，你看 ET5 续航740公里 ，ET5T 续航710公里，销售就可以说，你看我们的车跑得又远，补能又快，还是更加利于卖车。别的车企呢也没办法拿续航来做文章了。可以换电，可以充电，未来的车单次比他们跑得更远，或者说跑得一样远吧。但是别的车充电要40分钟，要1个小时，未来的车3分钟换电，是不是更加利于卖车了？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事儿，各种媒体测续航的时候，永远是拿蔚来75度的车来测，这其实是不公平的。蔚来甚至有150度电池，但是人家不管你，就拿75度测。现在100度标配了，75度是个选配了，这样就好多了。未来的100度电池，最起码跟别人车型在同级别的情况下，不会比人家100度跑得少的。各大门户网站在写续航的时候，蔚来也是600公里、700多公里的续航，没有比别人更短。这一点对于陌生车主很重要，也是我觉得蔚来这些年最大的一个改变啊。而且呢，标配100度电池之后，对于换电站来说也更加好了。以前因为100度电池大家买的不多，因为买的客户少，所以换电站储备的100度电池来换电的就少。斌哥甚至说，大概有97%的客户选择的是75度标准续航电池，这非常正常，完全能理解。但是呢，100度的电池那始终比例就不够嘛。现在大家都标100度，那自然换电站也会逐渐增加100度的库存。这样的话，标配100度电池也可以显著改善这种比例失衡。有朋友会问，那会不会100度电池占换电站过多的格子呢？现在普遍的换电站电池的占用率1半左右，其实不用担心啊。你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，而且5代换电站明年力宏说还有5个月就要跟大家见面了。5代站显而易见的是可以放更多的电池，随着销量增多，换电站变多不是正常吗？销量不多的时候，蔚来都干了快3500座换电站了。今年 L90、蔚来 ES8 全是爆款，换电站就是会更多更猛的。为了赢得销量好起来，完全不用担心换电站的问题。还有朋友说，我非常懂蔚来，我就需要小电池，因为我有加充，我在南方买大电池，每个月租金1000多块钱，太贵。那我就想买标准续航怎么办？一样可以。你要是买75度的话，依然可以联系 Fellow， 只不过不许买断了，只能用 Bus 电池租赁的方式购买了。你能理解未来换电的好处，知道城市里面75度绰绰有余，依然可以选择，月租金只有728元。而且需要大电池的时候，你还是可以临时升级的，按照每天、按照每周，甚至每个月支付大电池的差价租金即可，依然保留了灵活性。你看到没有？蔚来因为它有换电体系，别的车企降价都是硬生生的直接降价，而蔚来有换电体系，通过电池这样的调整和配置，体系化的架构就是那么强。那有没有坏处呢？当然有了，除了搞迟了这个因素，应该在今年3月份改款 ES6 发布的时候就应该标上100度电池的，这是我觉得。肯定呢会有车主会骂，比如以前买断75度电池的，比如说刚刚付费升级了电池的，这很正常，也能理解吧。但是从公司角度来看，公司回归常识，理解什么叫买定离手，针对市场的动态做出变化，为了公司的经营目标而做出改变。比如说斌哥说了第4季度盈利，但是我从去年开始吧，我自己的有一个对我自己的要求是越来越坚定也越来越清楚，这就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，就是把未来经营好，让未来活下去。这个是对我们80万用户最大的责任。就去年到今年，也有很多公司
这个经营不下去了。那我其实无法想象，如果我们未来经营不下去了，那不是1、2辆车，不是1、2万辆车，是80多万辆车。现在大家这个一说未来，都是现在说产品、说技术，啊，说这些东西也都没法说。我们确实做得不错。你现在大家对我们的质疑是什么？就是可持续的经营可持续性的，就亏钱了。虽然我们自己可以说，我这些都是投资，我花在研发上了，我花在用户服务体系建设上，花在充换电网络上，但是它最终你作为一个企业，你还是要总有一天你需要盈利啊！中国的媒体和老百姓，他对于这个亏损这件事情容忍度也没那么高啊，但是它可以亏16年，你们觉得市场会给我们亏16年的可能性吗？有盈利。要回归到该有的行业地位，销量几乎是唯一的决定因素。那现在标配100度之后，大家的理解难度低了，那销量自然会增加。那未来对于老车主的做法是给今年买车的车主们6000块钱的复购券，而且是5年有效的，不一定让你今年就复购啊。实打实的，公司在未来少赚6000块钱。短期呢，未来的 NPS 肯定会下降，但我不担心，因为企业卖车本质上是看产品的。如果净推荐率下降的理由是你买新车比我买老车的时候更便宜，相信我，新车会更好卖的。乐道 L90 上市29天，交付了1万台车，这个月肯定是1万1、1万2左右的交付量了。乐道 L60 也稳定了每周1600台左右的交付量。乐道 L90 未来 ES8 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10年的研发成果。没有这样的纯电技术，就造不出比燃油车、比增程车产品更优秀的大型 SUV。比如说6个人的 SUV 坐满了之后，燃油车或者增程车6个人的行李就是放不下，就是要放进座舱里。乐道 L90 和蔚来 ES8 就是能实现坐7个人放10个箱子，这就是纯电技术进步带来的跨越式的体验提升。补能也是一样，没有换电站，你开个6座纯电 SUV 就是不如油车方便。增程前面多了个发动机，是吧？说好了平时充电，长途用油，结果你去路上看一看，用电的时候车的动力又好，每公里的成本又低，大家其实长途跟短途都在用电。所以增程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妥妥的过渡产品，换电就是唯一的解法。以前你说换电车的续航低，我们要跟你解释，我们有大电池的，只是你不选而已。现在标准续航也700多公里了，换电速度还快，这不就是为了赢吗？为啥未来突然就行了？其实就是因为技术过去10年一直在投资技术，10年的研发到了收获的时候了。这个事情的发展啊，从来都是慢慢发展，然后突然一下一举跃升。你去看一看现在未来的门店，是不是半年之前你都不敢想？你想上一台 ES8，竟然坐半个小时，你要是不挤一挤，你都上不去。这在过去真的是不可能的事儿，对不对？汽车啊，这门生意最有趣、最残酷的一点是，这是长线的生意，长胜的将军很难。有人觉得自己账上有1000亿很多，觉得未来亏损的将近1000亿也很多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如果车卖的不好，亏损加花起来很快的。未来过去在打地基，为成为摩天大楼打地基，有不少亏损。现在乐道 L90 出来爆款了，未来 ES8 出来也爆款了。过去的5566标配100度电池，我跟你说也挺能打的，也能卖不少。顺带还把公司的其他产品的开口增加了，订单就是会增长的。未来团队只要不作死，好好的搞产能，把交付搞上去，明年这个时候，明年年底的时候，公司手上有现金大几百亿，我一点也不会惊讶。你永远不要用静态的方式来看一门生意。这里有一张配图，这个地基是谁的地基呢？是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的地基。在它没有出地平线之前，你永远不知道它为了成为中国第一高准备了什么。所以这就是未来一个标配了100千瓦时的电池的车企，一个做了一些重大的调整，公司的 CEO 李斌还出来亲自跟用户面对面的车企。我希望它赢，并且从现在的市场情况来看，它今年也一定会赢，好吧？最后，我也谈一点我的感想。最近主打增程的汽车厂商都在纷纷推出纯电大3排 SUV， 这说明增程大3排 SUV 的黄金时代正在过去，纯电大3排 SUV 的时代正在到来。拐点一致，一起家电。谢谢大家。